她是荧幕上卖弄风骚的荡妇，也是金发蠢妞的鼻祖，金发美人、人间尤物玛丽莲·梦露。很多人认识她，却很少有人真正了解过她。她的皮囊价值连城，而她的灵魂却无足轻重。所以我想请你停下来，用这期视频看一看她的美貌，也听一听她的灵魂。1926年的6月1日，诺玛简在一个单亲家庭出生了。因为母亲患有精神疾病，年幼的诺玛在孤儿院度过了童年，并辗转于多个寄宿家庭之间。在颠沛流离的少女时期，她学会了自己寻找生活的乐趣，看电影。荧幕上一个个荡气回肠的故事，照亮了她灰暗的童年，也给她种下了一颗梦想的种子。她想成为一名艺术家，一个真正的演员。但彼时，她只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小姑娘。12岁的她，身高就已接近1.7米。过于高挑的身材导致同龄的孩子们嘲笑她是根瘦长的豆芽菜，直到她年华出战，令万千观众倾倒的身姿初露端倪。几乎是一夜之间，身边所有男生都为她而倾心。但诺玛却在16岁这年和一个平平无奇的男人草草成婚了。为了不被强制扭送回孤儿院，她不得不组建家庭，献祭了自己的婚姻。夫妻俩几乎毫无感情可言。婚后不久，丈夫就去前线参军了，好几年才回来一次。长期分居加上完全没有共同语言，导致这段功利性的婚姻未能维持太久，很快走向破裂。为了糊口，诺玛进入工厂，成了流水线上的一名女工。本是维持生计的无奈之举，却迎来了她人生中的转机。1944年，18岁的诺玛被摄影师发掘，成了一名专职模特。为了迎合当下审美，她将头发染成金色，而这原本是顺应时代的举措，日后竟成了影响深远的金色符号。凭借过人的天赋和傲人的身材，诺玛很快在模特界杀出了一片天。声名鹊起之后，福克斯公司向他抛来了橄榄枝，跟他签订了一份为期6个月的合约。自此，响彻全球的那个艺名诞生了，玛丽莲·梦露。她满怀期待地奔向儿时的梦想，却不知前方等待着自己的将是名利的刑场。福克斯公司一开始并不看好她，之所以签下她，仅仅是看她名气不错，以免被其他人捷足先登罢了。而后来的梦露能成为全球最耀眼的明星，绝非偶然。进入演艺圈后，她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，甚至深入研究过人体和人体的运动原理，从中提炼出自己的不乏姿态，并应用到饰演的角色上面，最终在荧幕上呈现出了一个浑然天成的金发傻白甜。但她本人的真实性格却和呈现出来的人物相差甚远。梦露热爱阅读，家中有超越400本的藏书，加缪、惠特曼、弗洛伊德等大家作品她都有涉猎。在那个时代，大多数女性都拘泥于家庭的方寸之间，热爱文学、热衷事业的女性可谓是少之又少。她想成为一名真正的演员，却尝试更多复杂有深度的角色，但公司高管却坚持让她饰演那些卖弄风骚的傻白甜。滚滚而来的名利带给她的不仅是光环，还有重若千钧的枷锁。无论她的才华有多么精彩绝艳，大众对她的关注却始终聚焦在漂亮的脸蛋、性感的身材上面。They told me you were stupid. You don't sound stupid to me. I can be smart when it's important, but most men don't like it. 随着梦露名声大振，一起针对她的丑闻也浮出水面。有人将她早年迫于生计拍下的大丑的照片摆在了台前。在那个时代，任何被卷入性丑闻中的明星，事业都在一夜之间跌落谷底，无一幸免。公司威胁梦露必须否认那些大丑的照片，否则就解约。但她有自己的想法，不仅将威胁抛之脑后，甚至同意那些狗仔将照片发布出去。是我拍了那些照片，那又怎样？我不会道歉，也不会觉得丢脸。而这颠覆常态的举措，非但没有影响到她的名誉，反倒让她的事业一飞冲天。人们盛赞她的美貌，惊叹她的无畏。她成了首个艳色绯闻下的幸存者，也是第一个对全世界宣示自己身体主权的女明星。而她超越时代的思想和魄力，注定被当时的环境所不容。在事业稳步发展的上升期，梦露结识了一位退役棒球明星乔·迪马吉奥，并很快与他结婚。一个风靡全球的性感明星，一个美国球史的传奇人物。两人的结合被当时的人们奉为一桩美谈，但乔对于娶了全球最性感的女人这件事，
并不能算得上是满意。乔是个传统性格的大男孩，他想要个居家型的女人，为他洗手做羹汤，只躲在他的阴影之下。他本以为结婚后妻子应该放弃自己的事业，但梦露的选择却让他大失所望。他不愿像当时大多数的女性一样，步入婚姻后就放弃自我，成为被丈夫圈养的宠物。而这也让乔无法理解，你明明已经嫁给我了，为什么还要向那些男的搔首弄姿？这是对我的侮辱。背道而驰的思想观念为两人的婚姻埋下了一颗暗雷。直到电影《青年之痒》的拍摄期间，这颗暗雷最终以惨烈的姿态引爆了。为了给电影造势，公关部邀请了多家媒体到场，现场近100名男性摄影师以及5000名观众共同欣赏梦露的裙下风光。导演一次次 NG 重拍，鼓风机一次次吹起梦露的裙摆。这场盛大的美色盛宴持续了整整14遍，而乔也是众多男性观众里的一员。他当时就站在人群中，脸色铁青，怒发冲冠。回到酒店后，乔对梦露实施了一场狂风暴雨般的家庭暴力，并强迫她放弃电影事业，回归家庭。但梦露选择拒绝，并提出了离婚申请。在乔看来，他的坚持荒唐又可笑，而同样的，他也对乔的想法难以苟同。明明他碰见他的时候，他就已经是电影明星了，凭什么要他的事业为婚姻妥协？仿佛默认了厨房就是他约定俗成的归宿。乔埋怨他不够贤惠，可却从没有人要求过他要贤惠。婚姻的失利并没有阻挡梦露追逐事业的脚步。1955年，他的名字响彻全球，他出演的电影造就了一部部的票房神话。在事业达到巅峰的同时，他也遭遇了人生中最大的瓶颈。他彻底厌倦了扮演千篇一律的傻白甜，想挑战更多元更有深度的角色，但公司只想将他框死在金发傻妞的位置上，尽可能的榨干他身上每一寸骨血。对他们来说，他只是一件待价而沽的商品，别说身体了，就算人格也能出卖。为了夺回主权，梦露创办了自己的制片公司。这一举动放在现在可能无伤大体，但在那个时代，他的出走无疑是对公司高管的公然挑衅。冒着被起诉、被封杀的风险，他挺直脊梁，跟行业的顶尖大拿叫板。而他的不自量力，最终为自己赢回了剧本的选择权。1956年，梦露选中并参演的《巴士站》上映，爆火的票房再一次展示了他恐怖的荧幕统治力，也让电影界第一次开始正视他的演技。也是在这一年，梦露与一位知名剧作家米勒结缘，两人的结合令外界始料未及。因为大多数人都只关注他的皮囊，很少有人知道其实梦露拥有着丰富的文学素养。他曾在一封手写信中坦白，米勒的爱让他感到开心和骄傲。而这个美丽的爱情故事一开始也意味着某个悲伤的伏笔在倒计时。两人的结合基于灵与肉的碰撞。在认识梦露之前，米勒从未享受过真正的床子之欢，他的风情万种为他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。米勒享受着他的性感的同时，也鄙视他的性感。他甚至在日记中这样写道：我娶了个风尘女子。他迷恋梦露的美丽，而这份美丽却成了他宣泄恶意的载体。在拍摄《王子与舞女》时，他自认身为梦露的丈夫有责任完善剧本，所以他全方位地评判梦露的台词演技。而合作的男演员也认为梦露解读角色的行为是多此一举，对方认为他只需要背好台词，摆好性感的姿势就可以，但梦露坚持自己的想法。自认权威受到挑衅的男演员怒不可遏地扇了梦露一巴掌，并且以一种极其轻蔑的语气说：别担心你的台词了，反正你只需要卖弄风骚就可以了。来自丈夫与合作演员的双重压力，导致整个拍摄过程非常压抑。梦露受困于二者中间，他们都在想着如何操纵她、控制她。没有人在乎一个花瓶女演员的想法，尽管她已经是当之无愧的票房宝贝，风光无限，万人追捧，但真实情况却是深陷深深的泥沼当中。不幸的童年导致她缺乏安全感，而环境高压的演艺圈又使她的焦虑不断恶化，导致她对镇定类药物产生了依赖。她一直梦想着有个孩子，中间也怀孕过好几次，但无一例外都因巨大的精神压力流产了。她的桀骜不驯加上习惯性流产，也让她和丈夫的感情开始变质。米勒认为性感就是她的原罪，并希望梦露一直对他心怀愧疚，做小伏低。但他不愿意背弃自己的人格。为了挽回这段婚姻，他尝试在其他方向做出努力。
比如试着成为一名贤妻，并暂时放下工作一段时间，学习做饭、清理卫生。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就放弃了事业，只是在尽力寻求家庭和工作之间的平衡。18个月后，梦露再次回归了演艺界，因为两人的存款花完了。米勒劝说她参演由比利·怀尔德导演的《热情似火》，于是史上最优秀的喜剧片之一诞生了。尽管电影取得了极其亮眼的成绩，也是梦露最成功的电影，但对剧组的工作人员来说，拍摄期间却是一场噩梦。所有人都是6点半起床，8点拍摄，但梦露直到中午12点才姗姗来迟，因为她此时又怀孕了。很多人指责她耍大牌不够敬业，可她恰恰就是因为太敬业，导致了又一次流产。身心俱疲的她再也无力维护这段婚姻，她和米勒的感情也终于走向了破灭。在婚姻、药物以及资本的三方绞杀下，她在1962年8月6日这天陷入了长眠。而这位享誉全球、举世闻名的巨星，在去世之前账户里仅有$4000。如今搜索玛丽莲·梦露这个名字，映入眼帘的绝大部分都是关于她的情史，以及各种捕风捉影的花边新闻。很少有人知道，诺玛简一生致力于各种慈善事业，包括但不限于前往一家孤儿院为非洲裔儿童和华人儿童捐款，为裘德医院照顾的贫困儿童提供福利并捐款，为儿童基金会义演筹备资金并捐款，将游龙戏凤的全球首映收益给婴儿基金会捐款。即便他自己的经济状况已经捉襟见肘，他依旧拿出了巨额美金并捐款。甚至在他精神濒临崩溃最后一个生日那天，他还在给肌肉萎缩症的儿童捐款。纵使身小力微，但他至死都未曾放弃过慈善事业。因为彼时彼刻的他也曾饱尝饥饿和苦难的滋味，但世界并未善待过诺玛简，他被分成一块又一块，思想被揉碎，灵魂被出卖。在他去世后，生前写下的日记、生活用品、穿过的裙子，甚至用过的口红，通通被搬上了拍卖会。其中最昂贵的莫过于诺玛穿过的裙子，几乎每条的价格都高达$20万或以上。而这封名为《玛丽莲的梦》的手写信，最终却只以$15000成交。他活着的时候几乎拥有世间的一切赞美，除了尊重。他是故事中的花瓶陪衬，是金发傻妞的最知名代言人。全世界几乎所有姓门若的人，中文翻译都叫门罗，唯有诺玛简，他的艺名被译为梦露。而他短暂的一生也正如这2个字一样，梦露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。 Good night, sugar! Good night, honey.